你怎么看就这个周期的 VC 的投资人呢？你会建议其他的这个 VC 是不是都应该转行或者是关门呢？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周期就是应该是所有 VC 投资人，就跟我们也一样嘛，就过得还挺如履薄冰的，也会就是焦虑说到底能不能找到下一个能成为比较有主角光环的项目。Crypto 和 Web3本身它是一个会不断出现这个创新机会的一个赛道，还是说它可能在行业早期就会出现一些创新，而接下来呢，行业的红利是属于成长。从我们的第一性原理来看，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三个资本的来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们行业因为有 Mint 有 Fair Launch 有这些 permissionless 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好像小小的创新就是总是还是一直有。大家好，我是 Bill， 欢迎来到 Build It Up。我们是全球首个连接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人工智能与 Web3的跨界沟通平台。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嘉宾是 Yata， 他是 Primitive Ventures 的投资合伙人，活跃在加密货币和风险投资领域。他在Twitter 上也经常分享对 Blockchain、Meme 以及 VC 行业的观察与思考。作为行业里面的意见领袖，他不仅关注市场的趋势，还会探讨加密文化和经济的变化，用他独特的视角在圈内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欢迎耶塔。耶塔你好，很高兴你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作为这个 Primitive Venture 的合伙人，我知道你是一直对行业非常的乐观，是理性的乐观呢。这个不是很多人的这个盲目的乐观。那这个你怎么看就这个周期的 VC 的投资人呢？就是除了像你们这样特别优秀的一线的 VC，你会建议其他的这个 VC 是不是都应该转行或者是关门呢？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周期就是应该是所有 VC 投资人，就跟我们也一样嘛，就过得还挺如履薄冰的，也会就是焦虑说到底能不能找到下一个能成为比较有主角光环的项目。大家都不容易，对吧？这个周期。对对，就都挺不容易。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vintage is everything。就这个之前跟 Bill 其实在网上好像我们也有聊到过，对吧？就是当时你提到说产地和年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嘛。其实到 VC 投资，我觉得也一样嘛。Crypto 的红利最好最高光的时刻肯定就是17、18年那个时候，然后21年其实还不错，那个时候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开始有出现瓶颈，但是 AI 还没有完全的像现在这样出来，所以当时其实是有一个这种人才上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涌入，再加上大放水嘛，所以说这个时代背景现在起码现在不是这样的嘛，那肯定对于 VC 来说，你的投资肯定就不如前两个周期那么简单，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谁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其实放平一点心态，我觉得，因为以前也在传统的 VC 做过嘛，科技 VC 做过，VC 本身就是风险投资，就以前是因为有行业的红利可以让你享受到好像所有的 token 都能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真正的 VC 本身就是九死一生，然后你其实靠一两个 deal 来整个为这个基金回本嘛，那大部分的 deal 其实都是很难走到最后上市这一步，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只是也回归常识嘛，就是回归了一个这个 VC 这个行业本身它应该有的概率的情况。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继续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吧，就我们一直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以 thesis driven 的基金，然后去看一下行业的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市场的到底会有什么样结构性的变化，什么样的创始人是值得去支持的，所以就还是会沿着这条走。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常会思考，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去寻找行业的结构性机会在哪里，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结构性的机会依然有可能存在于早期创新。但是呢，我观察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技行业，有的时候就是结构性的这个机会啊，它可能一段时间内是在早期创新，一段时间内呢，其实是在这个成长期。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像电商，电商过去20年，基本上也就只有2、3个赛道，一个赛道是平台，对吧？一个赛道呢是这个，比如说帮别人做平台的 SDK，对吧？前者相当于是 Layer One，后者相当于是 Cosmos。前者比如说有这个亚马逊呐、淘宝，后者相当于是有这个有赞和这个Shopify，对吧？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支付和出入金啊，这个比如说像 Stripe 呀，对吧？支付宝呀，Square 呀，基本上就相当于说整个电商其实今天看来，比如零售是一个几十万亿美元的市场。但基本上就是说你可投的赛道也就这3个。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说 Web2这个投资机会很多？是因为 Web2它是一个非常泛化的一个科技，它除了比如说电商以外，对吧？电商你可以投3大子赛道，那同时还有比如说 healthcare，还有这个 O2O，对吧？还有社交游戏等等。然后呢，回到这个 Web3呢，这个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拿电商做类比啊，就是从00年开始，可能比如说早期的有那么几年，你可以投 VC，比如说你投中了亚马逊没有上市，对吧？你投中了这个没有上市的 eBay，你投中了这个没有上市的 PayPal。那个时候其实是 VC 本身有机会，但是呢，这个2005年之后啊，可能就是你大多数的这个机会啊，都是在这个二级市场不断的这个继续持有亚马逊、持有 Shopify、持有这个 PayPal，而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的20年，如果一个 VC 想说我每个季度我要寻找一个新的电商的 narrative 去投资，那100%基本上他钱都亏完了，因为我们今天站在后视镜上看，其实很容易嘛，对吧？所有的钱其实都不如说继续去持有亚马逊一个这个大的平台，对吧？然后 Shopify 是帮别人去建平台的，还有就是这个支付公司，像 PayPal 啊、Stripe 这些。所以这里面其实又回到了一个这个非常这个拷问灵魂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 crypto 和 Web3本身它是一个会不断出现这个创新机会的一个赛道，还是说它可能在行业早期就会出现一些创新，而接下来呢，行业的红利是属于成长，而不是说每个季度都会出现一个新的 narrative，新的这个颠覆式创新的东西。因为我们看这个，比如说电商的话，其实你全球这个过去20年，美国的电商、中国的电商加起来就10个投资机会，然后你只要错过这10个投资机会，这个到处去投 narrative，最后全部都是亏完的。对，如果你是站在 VC 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可投的机会其实确实没有那么多。如果你站在应用层面，起码在我看来，我觉得现在 crypto 其实就是金融行业的一个子集。就如果从应用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说有3个赚钱的方式吧，cost of capital 其实就是资管，然后lending 等等，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就出现了什么Aave 啊、Ethena 等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就是 cost of liquidity。cost of liquidity 在我们看来就是所有 DX、CX，所有跟 casino 相关，所有跟 swap 等等这些东西相关的一个赛道。然后最后就是 cost of block space，那就是所有的 layer 1、layer 2，你可以占这个 block space 的这个 cost，可以赚这个钱。就反正从我们的第一性原理来看，其实无外乎就是这3个资本的来源。那从这个上面去引申的话，确实大部分的这个角度也已经有自己比较强的 dominant player 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们行业因为有 min 有 fair launch 有这些 permissionless 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好像小小的创新就是总是还是一直有，再加上又是有极高的流动性，所以说就是小的机会再加上更好的流动性，这个确实也是给年轻人一个觉得比较较低门槛进入的一个方向吧。所以说，我是觉得这2个的 barbell 的趋势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是走这种比如说我看的稳定币赛道等等的这些 CDFI 的赛道是越来越走向了合规越来越走向了可能要去考验你真正的 distribution 的能力就这一边的 player 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少了，然后会大家就会 consolidate， 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一些链上的一些机会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也会源源不断，因为总是要有新的财富效应来吸引新的人。我自己觉得是这2块应该都还是会比较有方向性的再去发展的。你刚刚提到这个 barbell 很好，其实就是一个事情，这个你把它做的比较机构了，它可能就是偏机构，对吧？但是做的比较散户了，那可能就比较偏这个民粹。然后呢，这个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尝试去解读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就这个行业到最后，你刚刚说的有这个 cost of capital、liquidity 和 block space，yeah， 对，就是其实就是赚 gas fee 嘛，对吧？这是我们行业，我们现在总结下来3个最 fundamental 的 business model 吧。是对。从另外一个视角，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可能到最后有赌场，有赌桌，有这个筹码，还有叠马仔。
赌场呢，就是 CEX 和 DEX，就是套用你刚刚那个 barbell，就是我既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机构化，对吧？比如说 CME 的这个比特币的 derivative，对吧？我也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民粹，或非常的这个去中心化，比如说像 Jupiter 这些。那这个是赌场，然后呢，这个赌桌呢，就相当于说你有自己的一个游戏的规则，对吧？一个 token，一个 meme，对吧？或者是一个项目，其实都可以是赌桌。然后呢，这个筹码呢是这个像 Tether 啊、Circle 这样的这个公司。那叠马仔呢，就相当于是比如说 KOL 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 OTC 啊，相当于说吸引大家一起到这个赌场，然后上这个赌桌。对，就是这一块儿，我觉得总的来说，其实都还是就是相当于跟交易相关的嘛。然后我觉得我们行业其实还有很大一块是跟支付相关的。我最近 touch 这一块也比较多，我觉得就是非常有 PMF，然后也是会跟现实的真实的场景结合的会更加深一点的。我也同样认为这边也是可能更偏就是大玩家玩的赛道吧。是的，对你刚刚说的这个支付，我就觉得 crypto 它作为一个这个创新，可能先是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群、边缘的地带创新，但今天看来的话，就是它第一个 massive adoption，最后根本就不是大家想的什么 Web3版本的 Facebook，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谁做谁死啊，然后最后其实这个真正泛化的人能够让这个5个 billion、6个 billion的移动互联网网民去用的，其实是这个支付。我知道你也是这个稳定币的专家啊，所以今天也想重点跟你聊聊这个就支付和稳定币这个事儿。现在大家都会说今天2000多亿的这个稳定币，其实已经是一个没有支付宝的支付宝，对吧？这个可以让马老师当年想给支付宝实现的3个愿景，对吧？就支付宝都没有实现，但是 Tether 今天都实现了，也就是全球收、全球付、全球汇。因为支付宝今天只能做到属地收、属地付、属地汇嘛。就我说的这个是 jurisdiction，对吧？就比如说他这个成功的投资和对接了泰国的一个 APP，那可能泰国的居民来中国大陆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用他泰国本国的那个 APP 来进行这个收付汇。但这个事儿其实做到最后都非常的重，本质上来讲，其实都是整个战后 SWIFT 体系上面的一个裱糊匠嘛。那这个回到今天的这个稳定币啊，就你的研究来讲，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稳定币其实不只是叠马仔用来这个换筹码，对吧？让大家进来赌的一个这个工具了，它其实已经开始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支付，但好像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就是今天比如2000多亿的 circulation 里面。大概有多少你觉得是支付用途，多少是还是属于这个交易用途呢？就之前那个 Artemis 他们出了一个报告，可能可以从一些数据上大概可以看出来吧。这个因为也很难说做一个明确的区分。目前来看，2000多亿的总共的规模，然后大概一年下来，以 USDT 跟 USDC 来看，总的转账的交易量大概是一个35万亿的样子。其实这个量已经非常大了，就是 Visa 在去年一年大概是17万亿吧，所以已经是 Visa 的2倍了。那从这个35万亿的话，大概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breakdown，这里面 DeFi 然后加 MEV 就是纯链上的这一块，大概各自是可能是5万亿左右，所以这2块加起来应该就是个10万亿左右的规模。然后在 CEX 那边大概是5万亿。CEX 就这个可能两端都有嘛，因为它也涉及到 on-ramp、off-ramp 的一些 payment，然后那也可能涉及到交易所内部的。所以 DeFi 和 MEV 的话，反而是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2倍。对，实际上这个量是非常大的，之后也可以再详细讲一讲 Circle 什么。然后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就是那除了这个大概35万亿的话，10万亿是在 DEX 跟 MEV，然后5万亿大概在 CEX，那其他的剩下的主要就是应该是以支付为主了。所以说可能大概就是一个60%左右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在支付里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就是平均每一笔的转账金额，这个数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大概的一个算下来的一个平均的一笔的转账金额，大概在67到68万美元的样子。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 institution 跟 wealth 会来 dominant，就是即使你的笔数非常的多，那你可能有很多 P2P 的转账，但是实际上从总的金额来看，大量的应该是以机构跟以这种B2B 的这些大宗等等的这些交易的场景会更多一些，所以才会让这个平均的这个转账金额会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你觉得67、68万美元这个数的话，典型的这个机构还是属于比如说这个偏门行业，像这个游戏啊，或者是这个在线博彩啊，
还是说可能是一个比如说跨国的一个中小贸易商呢？这个具体的 breakdown 我其实可能也不太知道，但就以我访谈的各类的 OTC 等等来看的话，他们 on board 的确实是中小贸易商是挺多的，然后另外就是可能一些相关灰产的，确实也是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广告啊，一些可能有一点监管套利的这种场景下吧。明白。那你刚举的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如果35万亿的这个稳定币的交易量已经是 Visa 2倍的话，那我理解它应该也是比如说 Visa 加 Mastercard 加 JCB 的这个总和了吧？因为 Visa 本来就是全球第一嘛。Mastercard 好像更大一点，哦，还会更大一些是吧？对对，Mastercard 应该是会比 Visa 要更大一点。那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基本上它已经是造了一个全球支付网络系统了。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 Visa、Mastercard 更多的可能还是处理境内这些的交易更多一点嘛，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稳定币应该更多的在跨境支付的这个网络里面，因为走 SWIFT 或者是说走就是全球的以外汇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一天的大概的交易量就是在1万亿左右，这样算下来，一年跨境支付的量其实应该是300多万亿嘛，对吗？那现在其实应该还有10倍的空间，因为现在你的稳定币解决方案肯定都是以跨境支付为主嘛，因为境内的这些电子支付已经如此的方便，所以肯定都是以跨境为主。那你这样看的话，市场的空间其实还有10倍。明白。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数字，好像就是这个全球洗钱的交易啊，占全球 GDP 差不多是5%到7%。咱们就把这个洗钱也好，偏门也好，这个灰色也好，都当做是一个大的这个偏门行业来讲的话，那35万亿的稳定币的这个交易量，占全球的这个跨境汇兑的这个交易量现在是10%，那可能是正好把这个边缘行业都给充分的服务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进入这个主流行业了。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就是 USDT 跟 USDC 的用户的重叠度是非常非常低的，3%。所以就是说，一个是 Touch 合规市场，一个是 Touch 就是灰色地带。所以如果你按他们俩假设，比如说一半一半来看的话，那可能灰色地带这边可能还有50%的空间。我觉得更大的空间应该是在合规这一方面。是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理解 USDT 它本身是作为意大利历史上最成功的科技独角兽企业，但是呢，也少不了这个华人的这个共创合伙人们的努力，对吧？比如说创啊等等。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就是华人在离岸的这个 SWIFT 2.0体系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创的成功是靠什么？然后你觉得这个未来还能复制吗？我觉得创就是伴随着 Tether 的成功而成功。就换句话说，其实创跟 Tether 一起，其实就是找到了因为 crypto 作为支付这样一个极其有需求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也是我们行业最有PMF 的场景之一嘛。那创在这个里面，就孙哥当然就是很有前瞻性了写过一篇 Tether 的文章介绍 Tether。它最开始就是因为 Bitfinex 要推出 USDT，那就是因为以前 BTC 作为交易对，那如果两边的 coin 都在波动的话，很难去做结算，所以就推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作为UOA 的一个 UOA 是什么？ Unit of Account 记账单位。对，就好比当年美元要去做石油作为结算货币嘛，就货币其实3个功能 ，UOA 就是记账单位、价值存储，对吧 ？SOV，然后还有就是 MOE，就是交易媒介。其实所有的货币、所有的稳定币，从第一性原理来看，其实都可以从这3个功能上去切入。所以最开始它是作为记账单位出现的。那到后来19年的时候，孙哥就非常聪明，抓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当时在跨交易所之间的这个转账需求非常刚需。但是呢，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走 Ethereum 的话，非常的贵，然后又很慢。那当时他就抓到这个机会，就让交易所走创嘛。他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做大量的补贴，就是只要是在创上的稳定币都能拿到20%-30%的收益。然后另外就是他抓了很多重要的节点，因为这是一个支付网络，支付网络就是你只要抓到大的节点，他要求他的上下游都走创这个网络，那肯定这个网络就能铺开。你说这个节点能再解释一下吗？就是比如说一些整个在这个转账的里面的大的 wealth。其实主要就是以大的 wealth 为主吧，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链上，当时还没有在太往链下发展，所以这些大的 wealth 他们在要做一些上下游的这种交易的过程中，都让他的这些上下游都走创嘛。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支付的网络，所以大家现在好像 by default 就觉得 USDT 的转账是走创，但实际上到了现在，创已经是所有的转账里面最贵的了。如果你现在去交易所的话，一笔转账要$2，然后走 Ethereum 可能都只要0点几美金，但是这个护城河已经在那儿了。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因为疫情，其实 Tether 真正的规模起来是从疫情之后的。比如说当时卖口罩，就我们刚刚讲到的灰产嘛，很多买口罩可能要用到稳定币，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政治各方面的原因，包括后来俄罗斯啊等等这些政治原因，就是这些稳定币在这些地方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新兴国家本身自己的这个国家货币的通胀的问题，那都是让持有稳定币就是成为了一个比较刚需的东西。随着这些就从on chain 变成 off chain 的 business，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都是大家都在走创的网络。走出币圈，被主流的这个灰产所接纳，这也是一大进步，对吧？哎，对对，因为就其实以前就是线下这些 remedies 什么，就线下的这些灰产都还是存在，但是没有这么好的工具嘛。对，需要一个技术去赋能。对，然后那 Tether 以及配合创的这样的网络，确实就是帮他们实现了这一块。所以说 Tether 只有不到100个人，可以每年赚70亿美金。那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这些各个地方的这种分布式的 OTC desk， 对吧 ？Remedies 啊等等的。所以就回到创的成功上，真的就是因为伴随着 Tether 以及伴随着在链下的极大的对于跨境支付的需求。让它能够发展起来。大概你想现在创大概是60亿 USDT 嘛，然后 Tether 大概是140多亿嘛，所以就是将近有一半是在创上。你说 Tether 140多亿，146 billion 就是1460多亿的规模，然后大概有600亿60 bill 在创上。所以你觉得创当时的这个成功是重点这个逼低了 crypto native， 就是币圈的这个行业，还是说这个偏门行业跟币圈行业就两个行业都同时逼低？它是2个阶段，18、19年那会儿就是还没有，19年应该是还没有 DeFi Summer， 就是刚开始要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链下还没有太多，都还是以链上为主的，跨交易所的为主的，特别后来到 DeFi Summer 这个当时非常非常明显。然后其实是到了21年，就是你看那个 Tether 的这个规模，你可以看到21年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拐点。这个就是在链下的需求腾飞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是，就整个过程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一个成长，或者是亚洲互联网企业的成长。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都特别愿意这个去打补贴，对吧？这个拉价格战。然后呢，等到这个有一定市场地位了以后呢，就开始提高自己的这个 take rate 和定价权。这个像滴滴现在都已经是一个现金奶牛的一个生意了，很难想象滴滴这个几年前还是一个疯狂补贴的烧钱的一个企业。对，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可能就是商业本质没有变吧。就我觉得，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术载体，甚至以后到 AI，但可能最后回归到商业模式跟商业本质上来说，可能就还是这些东西。是。当然，我觉得就是商业本质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跟土壤会有一些关系。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意大利人、法国人做消费品，他很可能就不太会打价格战，对吧？他会拿100年养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最后就变成了 LVMH 或者爱马仕这个%多少的这个毛利但亚洲人呢，这个一开始可能都比较卷，一上来呢就会用这个价格战，拿这个补贴和这个空间去买这个时间了。对对对，是，这个是很大一个话题了，就是说东西方的投资人的这种差异性啊等等的，我们这边都比较能卷嘛，执行力也比较强嘛，很会通过自己的执行来抢占市场嘛。你觉得美元以外的稳定币有前途吗？有一个背景就是我这个公司，我们公司跟这个 Tether 也有一个全球独家的一个稳定币的合资企业。然后呢，我们是在做这个数字迪拉姆。其实之前我们跟 Tether 团队聊的时候，他们也分享过，就是说其实过去这10几年，他们也尝试过很多其他的这个稳定币，包括欧元呐、黄金啊，甚至包括离岸人民币都做过，但都失败了。最后呢，这个他们就觉得说，可能美元就是这个概念，它本身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未来除了美元这个概念的稳定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形式发，其他的这个货币的稳定币还有这个希望吗？我自己个人不是特别看好因为我觉得
这个其实就是借助了美元它的全球信用跟流动性。Tether实际上是美国他们很默认的帮他们来拓展美元的流动性嘛。你其他的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如果在全球没有这样的流动性跟共识的话，就刚刚讲到的稳定币，确实是在跨境支付这件事情上会更有优势，因为你在境内你就电子支付就可以涵盖了。那欧元，那本身在欧洲这个区里面，欧盟这个区里面，它就可以全部都流通的非常的好，电子支付流通得非常好。所以说，没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货币身上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如果是到黄金啊等等的话，黄金我觉得更多还是价值存储嘛，就是 SOV，那它没有支付的这个场景在，所以它也没有这个铺网络的这个场景在，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就我个人来说我不是特别的看好。但是刚刚就是因为讲到那个 Tron 嘛，我其实有一个比较看好的领域，我很看好 Circle。因为 Circle 以及之后美国整个这个监管大环境放开，就是在合规这条道路上，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的。明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可能大家可以考虑，就是 Circle IPO 之后去买它的这个股票，对吧？就这是一个可以落地的一个主题。对，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投了一家公司，但是现在就是还没有 announce 一家支付公司。就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说一下我对于支付以及 Circle 之后它的整个发展的一些看法吧。刚刚讲到外汇市场其实每天是有上万亿的规模，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还只到它的1/10，那这个空间是很大。那创Tether 它是走了灰色的这一块，那随着整个市场的监管的放开，美国这边两党都在推稳定币的法案，然后 FIT21的一些是否可以让真正的稳定币，比如说进入到这些公司的 balance sheet， 然后怎么样可以对它有更清晰的监管。对吧？这个如果真的放开的话，其实对 Circle 是非常大的利好。然后另外就是 Circle 也是 MiCA 第一个通过的稳定币，所以它在欧洲那边其实是一个合规的稳定币。然后在今天Circle 刚刚就宣布在日本那边推出了第一个合规的稳定币，是跟 SBI 合作的，就是当时跟 Ripple 合作的一家在日本非常大的一家金融机构。所以说那创就是越来越走发展中国家灰色的这个地带，那 Circle 其实是越来越走合规体系，已经就是美国欧洲日本重要的这些国家都已经占据了比较好的 position 嘛。这是它在合规路线上的。那在Circle 它在 crypto native 的这一部分其实推进的也比较积极一个是跟 Binance 签了一个合作框架，然后现在 USDC 甚至可以去参与 Binance 的 launch pool 的打新，对吧？那它其实让 USDC 在Binance 里面的那个规模从不到10亿美金现在涨到了40亿美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跟 Solana 也非常积极合作嘛，所以Solana 它特别是在 mint 就是 Trump 的那一波，USDC 在 Solana 上增加了60亿美金，所以其实它在 crypto native 的这一端，其实就说白了就是都是在铺渠道、铺你的使用场景，所以它在这一块铺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整个来说我还是非常看好 Circle 之后会在这1-2年的这个发展吧。所以我们投的那家公司就有点像 Tron for Tether， 然后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家 chain 的机会来 for Circle来让所有的这些 distribution 可以更加方便的来做settle，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个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未来 Circle 这样的公司有投资机会。我们反过来看的话，好像如果 Circle 他们是海军，对吧？然后呢，这个 Tether、Binance 是海盗。好像过去这15年，其实做海盗的这个 ROI 远远要高于做海军的。那这个未来的话，可能海军也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发展机会啊。那这个做海军这件事情呢，你觉得就只有这么一家海军吗？还是说这个 Circle 最后我把这个路趟明白了，然后最后呢大的这个 use case， 比如说这个 PayPal 对吧？他们就直接发了 PayPal 这个发一个自己的这个稳定币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是相当于说这个它本身既是一个先驱，但最后呢这个市场并不会为它所独占呢？对，现在包括那个 Ripple 也发自己的稳定币，然后 PayPal 也发，然后Morgan Stanley 也发。我就感觉这像是一个无限游戏，就 Circle 可能到最后就是这个 Jeremy 他个人相当于帮大家就是做了一个功课。
等这个功课做完了以后，大家都知道说我怎么样6个月就可以发自己的稳定币了。对，因为发稳定币这个事情，就我觉得确实，如果从银行的角度让他们来发的话，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影子银行，就是因为他们就吸储嘛，对吧？只要吸储就好了，然后这边在 T-bill 获取收益，所以这个确实是会比较改变行业格局的，但这个就是只能就是监管上边走边看了，因为那没有人的 distribution 能比得上传统银行，但相对来说呢，如果在跨境支付这个场景上呢，因为毕竟这些银行它的网络还是在以境内为主嘛，所以说在跨境支付的这个领域上的话，我觉得可能比较 hustle 一点的 team 也有机会吧。然后就是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就是说可能就考虑到CBDC 了。对吧？就是那如果银行可以发的话，那假设如果国家发行了它自己的稳定币的版本的话，那会怎么办？所以你觉得最后其实这个政府发、银行发，然后超级 APP 发，和现在的这个一个海盗一个海军，这个 Circle 跟 USDT，最后其实大家都是在一张牌桌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要看政府的态度了，就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货币最终这个权利是属于国家的，对吗？我觉得当然 either 他们可以是合作的关系，譬如说，那你在国内是走 CBDC 或者是我们银行的来做，然后国外境外的这些帮我们去拓美元霸权的这一些由 Circle 跟Tether 来做这样也是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呢是说他们更加结合着来做，就是说你USDC 的底层实际上就是 CBDC， 其实就相当于你的这个风控已经直接跟我们央行就是美联储直接挂钩了，这样的话就对它其实是更有利的一个信用保障，但我不去 touch 你的 distribution 那一部分，所以这个并不知道之后的路会怎么走，只能边走边看了。是的，机构化的这个玩家和去中心化的这个草根的玩家，就是已经变成了哑铃的这个两头啊。你觉得就是未来是会有更多的这个融合呢，还是说大家基本上还是各玩各的，就是分流的非常鲜明的？曾经我们一度会觉得，非常想让两边去融合，所以我们投了很多，譬如说跟 mass adoption 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但是我感觉从目前我来看到的，我觉得是，越来越走向两端，就是越来越极端化了。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传统的机构，因为 BTC ETF 的通过带来了大量的合规的传统的机构的进入，然后让这一端变成了一个更偏机构化的游戏。那在这种比较监管化、比较的机构化的里面，其实比较少有阿尔法出现嘛。那另一方面就是走偏草根的 permissionless 的这一边，所以才会有这么极端的 fair launch 不断的出现，甚至包括譬如说 Hyperliquid 这种纯链上的这样的机会的出现。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offshore CEX 相对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就是刚刚 Bill 也提到嘛，就 CME 那等到 CME 他们现在的 option 的那个 OI 已经超过 Binance 那如果越来越多的机构进来，他们会在更主流的合规的交易所来交易。那另一方面是大家都去链上去更 permissionless 的可以去参与交易。那其实确实对于 CEX 的空间其实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挤压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结构的变化了。这个周期里面，你看有几个具体的指标。其实这个周期业绩这个最亮眼的都是这个华尔街。你看这个 CME 对吧？就是它这个季度业绩非常好，对吧？我把比特币的这个衍生品的量已经做的超过币安了相当于人家这是一个这个已经有将近上百年历史的一个机构，对吧？我在 crypto 的这个业务的交易量已经超过币安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所有链上的这些所谓的 DeFi 也好呀，这个金融的 protocol 也好，没有一家最后做得过这个 ETF 的。ETF 是相当于说我场外对吧 ？TVL 2000亿美元。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季度，大家觉得这个 crypto 没有创新，其实 crypto 有很多创新，只是这些创新最后都是在华尔街，都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 mainstream 里面。对，然后另一端可能就是在 fair launch 那些 min 极端的民粹，对吧？对，极端的民粹，所以CX 也是这样的情况。那到 VC 就回到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VC 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投 altcoin 比较多，那其实也是个中间态嘛。那随着整个这个行业结构的变化，所以 VC 的空间也被压缩的。上华尔街那边牌桌的 VC
对吧？然后或者是 either 你是能够非常懂民粹、非常懂命这个方向的 VC，那你在中间其实也是会非常难受。我觉得是整个这个行业发生结构性变化之后，这个链条上的所有的 players 都要面对的问题。是的。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们本身作为 VC 也会去投资和关注这个赋能稳定币的这个链，对吧？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个云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最后并没有什么游戏云或者金融云，也没有这个比如说支付云，最后其实云就是云，对吧？这个行业里面这个云底座的话，最后就是 AWS 这个阿里云，然后呢这个比如说 Azure。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一个支付链？就是 Solana 它既可以是个 meme 链，它也可以是个支付链。就最后大家需要一些行业链吗？还是说最后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的 AWS 和 Azure 就是 Solana 呀、以太坊就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觉得很难上一个链去承载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不觉得我们行业会是什么百链齐飞，因为注意力毕竟是有限的。我觉得每一条链其实是有它自己的 asset allocator 的 profile 的，就是它所在的用户的这个画像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以太坊，那以太坊那边其实是有很多愿意参与 DeFi，然后大的 wealth， 对吧？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你可以去比在 Ethereum 上面 DEX 就是交易量跟它的 TVL 就是在 lending 里面的量，跟 Solana 是完全反的。在Ethereum 那边 Aave 这些是可以发展的非常的好，但是在Solana 这边其实都是 trading 相关的东西都发展的非常的好。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持有这些资产的人的用户画像是不一样的。Ethereum 那一边就是经过了2-3个周期通过 ICO， 通过 DeFi Summer 等等之后，其实沉淀下来的一部分的 wealth 是相对已经没有那么激进，然后愿意去在链上去找一些比较稳定的这种收益的机会，对吧？那到 Solana 这边的话，可能 holder 会更年轻一点，因为是从上个 cycle 才进来的那可能更多的就是跟 trading 相关的这样的机遇会抓得更多一点。所以为什么总是有 new chain 的机会包括这次就 Movement 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就是他们的 ecosystem 会这么的帮助他们，就是因为 newcomers 进来，他不知道 Ethereum， 他不知道 Solana， 他是不会像我们这样的老人一样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去考虑以前的东西怎么样，他们只会说我进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在这上面有没有机会，那如果有机会，他就愿意到这个新的链上来。所以我觉得 Chain 这个 business，因为它背后进来的人的每次持有它资产的人的这个画像不一样，而决定了这个 chain 它的属性以及它发展的方向会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做一个类比的话，这个就是比如说网民就是 Web2 网民使用的这个 chain 或者基础设施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云，对吧？那云呢，其实到最后全世界也就只有这么个4、5、6个云。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零售行业也当做是一个大型的一个交易市场，每年这个几十万亿美元的这个交易量的话，其实最后也就只有这么几个基础设施，从比如说亚马逊到 Shopify， 然后再到这个比如说阿里。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至少目前看来就是这个 chain 的这个需求量或者 chain 出现的这个成功率，要比原来比如说你干一个操作系统，对吧？这个 iOS 和安卓，或者是干一个云，这个成功率感觉还是要多很多的。就相当于说前5名、前10名，甚至前15名，好像过得都还不错。其实，刚刚 Bill 就是你刚刚打那个比方，我觉得挺有道理。就我其实觉得云跟电商这个零售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差异的，因为云其实是一个 to B 的 business 嘛，所以说它其实差异化是没有那么大的。为什么当年拼多多能起来？当时大家就说它是抓住了下沉的市场，对吗？就是在已经有京东，在有淘宝、天猫等等的这样的机会的情况下，然后再出来拼多多，当时其实大家说它抓住了新的用户群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像我们 chain 的这个模式，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直接 to C 的产品，那只要你 C 端的口味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新进来的人在不断的变化，发行的新的资产类别会发生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永远都会有新的 chain 的机会。明白。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如果你给00后的刚毕业的这个同学一个建议的话，会是什么呀？我觉得最大建议利用好 AI， 然后让自己成为100倍的自己。现在行业的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吧，就是现在可以有非常强的主权自我，然后可以利用好 AI，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学习的边界了嘛，可以
多去探索自己到底真正喜欢的方向，然后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因为 AI 可以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方向，然后让自己可以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为特别不可替代的一些人，然后成为一些稀缺的资源。那要学习区块链吗？不管是各行各业吧，我觉得都应该先把 AI 给利用好，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那至于区块链的话，我觉得它仍然是一个对年轻人非常非常友好的行业。但我觉得 AI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网红，对吧？其实 AI 也是对你更加的 favorable 的。一个是技术演进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还有就是说从社会思潮演进的一个方向，跟社会变化就越来越走向民粹，你成为超级个体，这两个如果能够结合起来，那就是最牛的了。那至于进到 crypto 来的，我其实还是应该要进到更加核心的 crypto 来。什么是核心，什么是边缘呢？我会觉得你应该要更加了解在我们行业里面更加偏主线，比如说上3个 cycle 是 DeFi Summer 跟 NFT 对吗？然后这个 cycle 可能是刚刚讲到的就是两边的 barbell。我是觉得应该在每一个这个周期的时候，比较核心的关键的主题上是能够 touch 的比较深的，这个其实是比较让你能够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更快速，然后以及可以跟着这个行业成长。是，就核心的风口来的时候，你得在那儿。对对对。然后以及了解这背后，里面有一些到底什么好玩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那之后是不是可能在这里面可能会衍生出什么新的机会？因为我是觉得确实是跟很多人聊，就感觉好像一只脚踏进来，但是一只脚又只是知道有这么些东西，但是又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其中，甚至我觉得可能你先炒炒币或者怎么样的，都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先躬身入局的一个方法。对，是的，让我想起以前这个加拿大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的相声演员大山。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学中文，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学的是粤语啊，因为那个时候信息闭塞嘛，对吧？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中文老师，他就学了，学到最后发现你学的不是核心圈的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行业周期性也比较明显，你其实在每一个周期能够抓住有主题性的机会，其实不管是从财务的回报啊，以及从认知上，都是会有更大机会的。是的，好的，行，谢谢亚太宝贵的这个时间和精彩的分享。好，谢谢 Bill。好的，今天的 Build It Up 就到这里，感谢叶塔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有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前沿话题。我是 Bill，我们下期再见。